大家好，这里是罗斯曼分享啊。今天我们来分享鸟人战队的另外一款，当然还有一款支援机没有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另外一款加楼罗啊的一款支援机吧。大家可以看哈，其实啊这一款玩具的大小非常的巨大啊，它是一款限定版产品，18 mini Plus 系列啊。它和一般的 HG， 其实我们都知道 NT 高达在 HG 里面算比较的高了吧啊，也算是中上的一个水平啊，它还是高出了那么多啊。其实它是一个 MG 的一个比例高度，也就是说它之后和伊卡洛斯的一个合体啊，可能会更加高一些啊。所以这一款其实，从大小上来说，可能它值一个 MG 的一个价格，可能200多300块钱啊，但因为它是个限定版啊，所以它差不多价格是500块钱400多左右吧啊，反正就类似一个这个价格。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啊，其实还算是比较的一个锐利啊，是一个鹰的一个造型啊。整体的话都是采用了一个分件的一个分色，毕竟比较大嘛啊。当然它也采用了一些这个贴纸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方黑色部，包括一个裙甲部分的一个补色啊，都是用了一个贴纸补色。还有补色的地方就是一些黄色的一些条纹，它都是用了一些贴纸补色。然后头部的一些黄白条纹啊，包括这一个红色的一个条纹，包括翅膀部分的一个黄色条纹啊，这些都是贴纸补色啊，包括裙甲这一部分也是贴纸补色。除此之外的话啊，都是一个分件的一个分色啊，包括一个预涂装零件啊，包括比如说这个眼部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预涂装零件了啊，包括它的一些金色零件啊，都是一个预涂装零件。大家可以看看刻线啊，都比较的一个清晰，整体造型都蛮不错的吧。这一款玩具啊，它有2种形态啊，一个是一个飞行形态，还有一个就是人形形态。然后最后的话，它可以和伊卡洛斯进行一个合体啊。简单的玩法就是这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可动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款这个鹰的头部其实比较的锐利，涂装的话还比较的精准。涂装的话稍微有一点不均匀啊，大家可以看到眼线的部分稍微有一点不均匀，但除此之外的一些黑色线条都做得非常的工整啊，大家可以看看都比较的工整吧没有多大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首先头部的话是可以360度旋转，大家可以看这里其实是一个转台所以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头部的话也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然后嘴部的话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开合，嘴部的话是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炮口做的还算比较不错比较的还原。然后这个红色部分当然它是一个分件的一个分色比较大块的零件。然后手部是可以进行一个平台的，平台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范围，然后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手部根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然后手部的一个弯曲，手肘弯曲是一个90度。但这一里大家可以说一下这里有一段的一个弯曲是在这个手腕部分进行一个飞行形态变形的话这个地方是有一段变形的，可以进行一个翻转。当然了，这一个手臂的话因为比较大它这个鹰爪的一个部分是有一个开合的一个可动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然后腰部的话是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然后这个翅膀部分的一个固定的话是通过这里是有一个卡榫进行了一个固定这个固定的包括头部这个地方是有个固定其实固定不是特别牢靠就通过这几个卡榫来进行一个固定的。然后裙甲的话是不能进行翻转没有那个伊卡洛斯来的那么好，不能进行翻转但是呢可以进行一个大腿根部的一个拉拽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前踢的是没有任何问题，90度还是不错。侧踢的话拉伸出来也是可以进行一个90度的一个翻转大家可以看看还不错。后踢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90度大腿根部进行旋转，老套路了这一次的话膝盖弯曲是可以差不多一个90度左右吧然后脚部的话是一个旋转加球形关节，可动的一个接地性接地性也是没有任何问题，也是非常紧的这个地方。如果把这卡扣打开的话这个大腿根部是在里面可以进行一个拉伸不是特别的紧松紧程度完全是通过这个卡扣来进行一个控制的。整体造型还算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飞行形态的一个变换吧。这一款加罗罗我们就算是变形好了，整体的一个变形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简单，对吧？就是腿部的一个旋转，脚部的一个翻转头部的一个旋转把背包的部分这一片尾翼给放下来，
啊，就能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了吧啊，整体造型还是非常不错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还是有那么一点啊雄鹰的一个效果在里面啊，把嘴部张开啊，更增加它的一个生动效果啊，大家可以看看细节。爪子部分在这个地方，那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喷气装置了吧，如果你要进行翻转啊，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头部的一些可动啊，会更加生动一些啊。其实这个可动从这个鸟形态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两款机体的一个合体过程。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伊卡洛斯进行了一个合体前的一个准备啊，已经做好了，其实就是拆分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合体过程的一个展示，好吧？那我们这一款大伊卡洛斯就算是合体完成了，大家可以看看啊，非常非常巨大。再和我们之前的一个 NT 高达进行一个比较，确实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高度了，差不多有30公分左右，差不多27公分，确实非常的大啊。然后这一款的话，可能说就算合体之后因为它并不是同一款机体嘛。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比较的松比如说这个大腿根部可能一下就松脱下来了。其实它这一个卡榫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深所以这个吃力并不是特别的够，可能在进行把玩的时候它容易松脱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要注意的地方但如果想要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可能涂一圈502或者涂一圈胶水就可以了，对吧？因为本身这一款模型的可动就不错所以合体之后它的可动应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个变形没到位的地方把这些卡扣翻转过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是不是非常巨大？整体造型它的一个胸章的一个位置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衔接大家可以看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包括头部就算套上去之后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大家可以看。但是呢，可能旋转的话是需要一定调整的也是需要一定调整的。它是通过外面这个头盔带动里面的一个头部进行一个旋转。之后的话，它还有一个战机形态的一个合体的话，那个比较简单，我们就不进行一个变形过程的一个展示了。好吧，现在我们就在一个转台上展示一下这款模型的一个造型表现吧。万代推出的Spark Mini Plus 系列的鸟人战队，我们就算是分享完了。会不会出那个第3款，我不是特别清楚。如果出的话呢，我还是会购买的吧。这2款来说，数字都还比较高尤其是这个伊卡洛斯确实这个非常推荐这一款加洛罗的话，看大家需要吧。但如果你合体的话，还是比较大的，比较的一个壮硕。但还有一点刚刚在变形过程当中变形错了一个地方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腰部其实在变形的时候，其实需要一个旋转这个是腰带的一个正面之前我没有旋转，直接就变形这个稍微有一点不好给大家说一下。除此之外的话，800块钱的价格，2款的话，在超级机器人当中来说，还算是性价比可以吧这一弹来说的话，就是这2个作品的话，性价比其实还是蛮高的了在Spark Mini Plus系列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尝试购买一下。确实从体积上来说有这一款确实也非常不错。从可动和数值上来说，有这一款也非常的不错。目前为止推出的一些Spark Mini Plus系列，还差几个，我就算是全部分享完了。我之后也会把那一款跟进出来。好吧，那我们这一次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关注以及分享。关注我的公众号数字3连一波。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